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从事外星研究的博士的一个研究记录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聂鲁达访谈》。在一片古代的遗址中啊，意外地发现了疑似于外星人留下的古物。经过研究就发现呢，制作者呢是来自于180亿年前的一个银河系中的超级种族，他们竟然有着原始人类的 DNA 模板。而这些时间旅行者呢留下的遗迹当中啊，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科技机密呢？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地球上的目的啊，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古建计划。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少年感的小雨。大家好，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在1972年的夏天呢，两名大学生在美国的西墨西哥州北部的一个叫做查科大峡谷的古代遗址里啊，就发现了一个有着象形文字符号的人工制品。起初呢，古物交由墨西哥大学研究。令人费解的是呢，古物经鉴定呢，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另外，这些古物似乎是由某种不寻常的科技所制作的，于是就转交给了国家安全局。几经了解呢，安全局就认为呢，古物似乎与外星人有关，因此呢，在1973年对此物就展开了调查。而此项调查的档案代号就为古建计划，但是查无证据。后来呢，安全局就将这个古物交给了一个叫 ACIO 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最专业的科学家的外星逆转工程研究部门，又称为先知组织。因为该人工制品呢不能够被这个 ACIO 的技术所探测嘛，于是就被他们确定为是拥有超自然属性的一个工具。那换句话说呢，它并不是属于地球的呀。而且呢 ACIO 就认为它是一个导航仪，且表面的纹路呢正好就聚焦到它被发现的地方查科大峡谷。ACIO 就发现呢，他们并不是独立存在，于是呢就派遣了一支小队呢到这个查科大峡谷进行了实地的勘察。那这个行动呢就被称为古建计划。小组发现呢，这样的人工制品一共有7个，分布在地球的不同地方，而且遗留这些人工制品呢在地球上的人自称他们为造诣者，又叫做中央族类，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那个遗址和人工制品是他们为了保护地球不受远古敌人阿尼莫斯的侵害和占领而遗留下来的技术。从遗址带回来的一张类似于碟片的人工制品呢，就被这个 ACIO 科学家们成功破译了。他们由此得知呢，一个沉睡在现代人体内的这个天行者呢，会带领他们寻找到其余的人工制品，并且呢，科学家们得知呢，找到他们的时限呢，必须是在2030年年底之前。因为根据预言呢，2030年的某个时段呢，阿尼莫斯人呢将会侵略地球，并繁殖他们的后代。而这起事件呢，就引起了一位新闻工作者莎拉的注意。于是他在1997年的12月对这个计划的参与者聂鲁达博士进行了访谈。聂鲁达博士呢是被派去主导整个计划的，对那些遗址里发现的象征符号所进行的译码与翻译工作。所以在语言和古老的经文方面呢，他是一位知名的专家。他能够说超过30种语言和另外的大约12种已经宣布绝迹的语言。聂鲁达博士呢和另外的7名 ACIO 的科学家呢所组成一个小组呢，一起就涉入了那个遗址挖掘以及复原的工作。他们把造诣者的这个时间胶囊里的23个房间呢就给复原了，并且把这23个房间里的所有的人工制品呢都登录编列了起来。在复原的工作完成以后呢，聂鲁达博士就开始集中在翻译他们那些特殊的语言方面，以及设计呢翻译成英文的一些索引上面。在他成功的推论出了遗址中发现的那一片光盘的接收的密码之后呢，并且就感觉到了这个 ACIO 好像想要妨碍呢公众知道这个古建计划里的信息。之后呢，他就决定要离开这个组织。而博士离开的消息呢，就让这个 ACIO 的一位领导呢，代号叫15的人十分生气。15呢是一个想要从事时间旅行的计算机天才。正是因为他的才华呢，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就雇佣了他。但很快的呢，他就背离了他们的研究议程，而想要实现他对于时间旅行的一个洞见。在过去的时间里呢 ，ACIO 呢已经接触了很多包括地球预言的古老经文，而这些预言中写到的在将来的时间旅行可以被来自一个观察层次的心灵所达成。这就是说呢，某些人可以移动我们称之为垂直时间的一个领域，而很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世界。所以15就痴迷于时间旅行的理由是他想要发展 BST 科技。那 BST 呢，就是能够在被称为是介入点的那个点上来改写历史，是时间旅行的一种形式。总之 BST 就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科技嘛。任何一个拥有 BST 的团体呢，都可以保护他们自己所对抗的或者侵略者。
所以凭借他的能力，或者是对创造这个 BST 的洞见呢，他成功的就组建了一个叫迷宫小组的来完成这个计划。那这个秘密组织呢，是地球上最有权力的组织啊，但他们选择是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的权利呢，只有他们的成员才可以洞察得到，是在安全局的监管之外的。那40年来呢，他们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安全技术。最初呢，这个聂鲁达博士并不知道古建计划与这个 BST 任务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但这和移植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谷物有关，那就是时间胶囊。时间胶囊的意思呢，就是位于这个新墨西哥州科查大峡谷东北方大约80英里处的某个不明的峡谷的山壁里面的23个密室的一个合集。它无疑呢，就是考古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最初的假设呢是，这个选址呢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曾经在第8世纪造访过地球的一个外星种族遗留下来的。但是通过分析这些密室里的绘画、诗以及人工制品等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这些外星人呢是通过时间旅行，他们同时也拥有着某种形式的 BST。而这些外星人最少要用2个月的时间来建造时间胶囊，这就需要他们去打开和维持住一个时间之窗并且在选定的时间的架构里做物质性的操作，而这就是 BST 的基本的必要条件。此外呢，还必须能够精确地选出那些时间和空间上的介入点。他们已经以时间胶囊呢来证明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些科技性的人工制品是一种比地球的科技还要先进非常多的科技，而人类呢甚至根本都无法了解他们。在人类所知道的那些外星种族里没有一个族类呢拥有先进到我们根本无法探索、吸收和反向设定的科技。那为了解开这个谜呢， ACIO 呢就把最好的资源都用在了这个计划上。他们使用了 RV 技术，它可以说是一种超自然的间谍活动。透过了2节的 RV 侦测呢，他们才得以确认时间胶囊的建造者呢，造诣者的身份是一个最古老的人类种族。在玛雅人和苏美尔的经文里面呢，也有几则神话提到过他们的存在。最具决定性的经文呢，是来自一个外星种族科特姆对他们的解释。他说他们叫做中央族类存在于靠近宇宙的中心部位的最原始的银河系里，他们已经有180亿年的历史了。根据科特姆的宇宙论呢，宇宙的结构呢是被划分为成一个中央宇宙为中心的7个宇宙，而中央宇宙呢是最初的源头，是一个物质的家，它是永恒不朽的。它被黑暗的引力主体所围绕，而使得它实质上是看不见的。即使是对那些位置最靠近它的银河系来讲呢，也是一样的。在中央宇宙的边缘上呢，居住着中央族类，他们拥有着自宇宙创造以来最原始的人类 DNA 模板。不管如何呢，他们是如此古老的一个族类以至于对人类来讲呢，他们就像神一样，是他们开发出了人类。而中央族类呢，被分为了7个种族，而他们是基因学的大师，也是类人族的始祖。实际上他们又是我们将来的自己，人类将来呢也会演化到这个水平。因此呢，有人就认为呢，他们创造了时间囊呢，就是为了和人类进行沟通。而迷宫小组就相信呢，造诣者就是中央族类的一些代表，而古建遗址呢，是被安置在每一个大陆上的7个选址所组成的一个更广泛的相互连接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构成了一个防御性的科技。所以世界上有7个像古建遗址这样的东西。而聂鲁达博士就表示呢，他只知道剩余的6个大概位置在哪，但他不知道他们确切的位置。此外呢，已经翻译出来的文本里呢，显而易见的就是造诣者已经在很多的时候进行了时间旅行。他们跟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互动，并且称他们自己为文化的传递者。他们当时可能会被误解为天使或者是上帝，因此他们在一些宗教的经文里经常被提及，是要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呢，来结合人类的智慧和精神，来展示艺术、文化、科学和灵性。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如何连接在一起呢？聂鲁达博士就相信他们是要让我们自己去发现，而不是被告知。因此这些时间囊里藏着他们要把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科技带给我们的时代的方法。所以这些选址呢，就代表了一种非常高度发展的防御性设备。而造诣者呢，就把如此高度发展的科技的配置和人工制品放在地球上，是为了防御阿尼莫斯人的入侵，以便呢以某种方式来阻止他们接管这个行星。而阿尼莫斯呢，是中央族类的古老的敌人了，是一种合成的无灵魂的远古种族。他们的目的呢，是要变为一种与人类一样的体内拥有灵魂或者是精神实质的灵魂载体。而阿尼莫斯想要占领地球呢，是因为想要拥有它的基因，是一种合成的族类，
一个能以无性繁殖来复制自己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人口为他的殖民计划效劳的一个族类。然而他想要的并不只是他的帝国的扩张，他想要变成一个灵魂的载具，就是某种保留给纯粹的生物性有机体专用的东西。合成的有机体呢，无法运载灵魂或者是更高的频率，要运载灵魂更高的频率呢，就需要一种有机的神经系统。所以他们要扩张遍及宇宙，并借由基因改造工程呢，来发现生物的天性。他们要变成灵魂的载具，为了就是要达到不朽的目的。而阿尼莫斯呢，在3亿年前就已经造访过地球了，可是他们在我们的行星上找不到任何值得他们投资和殖民我们行星的东西。所以当他们探子在30年之后再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会改变了。这也就是人们提到的那个入侵地球的预言了。而阿尼莫斯人的轨迹呢，就是和地球人总组织来交朋友，他们会透过一些国家呢来联合成一个地球政府。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将会接管地球。那说到这里人类怎么样能阻止这个阴谋发生在地球上呢？借由15个带领的这个迷宫小组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那就是旅行到这个阿尼莫斯人要侵略我们这个银河系的想法诞生出来的那个时间与空间，借由一种记忆重组的程序呢，结合那个 BST 时间穿越，界定出这个介入点，把这个想法呢从这个阿尼莫斯人的记忆里删除。本质上来讲，这就是为他们植入另一种记忆。就所有有生命气息的银河系来说呢，我们的银河系是最不值得探索的一个。在他们决定要横跨宇宙而进入我们银河系的时候呢，把一个新的记忆强加给他们，促使他们去到其他的银河系，或者是完全放弃探索我们这个银河系。科特姆就提到过一个宇宙组织叫做银河总部，他们就说这个每一个银河系都有一个银河总部，包含了在银河系里的每一个行星上所有的有感觉力的这个生命形式，他们相当于银河系里的联合国。那这种银河总部呢，有受邀会员，也有观察会员。受邀会员呢，是那些已经做到能够结合科技和文化，并将这些有益的内容进行分享和沟通的族类。观察员呢，是那些分裂并且还在为了土地、权力、金钱、文化而扭打的争夺的那种族类。而在地球的行星上的人类呢，就属于这种观察的族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还只是被总部观察着，而没有被邀请进入他们的政策与经济体系。总部呢，不会打扰任何一个族类，它是一种促进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军事的统治管理力量。他们也清楚呢阿尼莫斯人的计划，所以总部就相信呢人类族群能够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成功的话，战斗就会蔓延到我们整个银河系。那个时候呢，总部的成员就会保卫他们的独立主权。那在这种保卫的过程中呢，新的科技就会出现，新的友谊会被打造出来，而新的信息呢会被嵌入银河星之中。事实上，目前呢，总部也还没有发展出BST 科技，但他们已经在帮助人类获取这方面的进展了。无疑呢，想要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呢，还是要依靠时间囊中的信息和人类自己。但是如果造诣者希望人类可以看到这些话，为什么要把时间囊隐藏起来呢？然后再以一种如此复杂的方式把一些密码编写在它的内容里呢？这对于迷宫小组来讲，这个问题似乎很清楚它是被选定要来解开那一片光盘的组织。如果时间囊被另外一个组织发现的话，那么它的光盘内容无法被破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而时间囊又刚好落在了这个迷宫小组的手中，似乎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安排的过程。所以这个15领导者就认为呢，造诣者既然能够预知未来，那他们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选择了要让这个迷宫小组呢来决定时间囊的命运。所以迷宫小组用了多年呢，研究出组成 BST 的这个5种科技，它们是一种彼此相关的复合科技。第一个科技呢，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遥时，这是一种使这个受过训练的操作人员能够用精神进入垂直时间，并观察那里所需要的调查的有关事件，甚至是能够听到对话的那种科技。而第二个技术呢，是 BST 的关键相当于是一种记忆的植入，就是刚刚提到过的记忆重组，是一种能够把水平时间连续的一个记忆精准的去除，并把一个新的记忆插入它本来的位置的一个科技。那第三个科技呢，在垂直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个介入点。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取到这个垂直时间的情报呢，你就可以运用这个科技辨识出那个最关键的介入点，而使得接下来的科技得以集中焦点。第四个科技呢，与第三个有关叫做方案模型科技，就是一个介入点如果被用于一个方案的话，那它产生的结果要对那些不相干的事件起到最低的干扰。那第5个呢，也是最困难的科技，就是交互式的时间旅行科技。而迷宫小组呢，前4个科技已经达到了一种准备好的状态了，就只等着这个交互式时间科技了。
有了它呢，组织的成员就能够物质性的进入垂直时间，并插入那些已经被决定为理想的介入点，而且在那里执行一次成功的记忆植入，并回到他们原来的时间呢，确认任务是否成功。在他们计划如何要去对付这个阿尼莫斯族类这个方面呢，他们已经确立了大约40个方案和界定了有8个之多的介入点。这些内容呢，只有安全等级在14以上的人员和15本身才会知道的最高机密，而聂鲁达博士的安全等级呢只有13，所以他得到了稀释了的报告，所以很遗憾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讯息。而15隐瞒他的知识呢，不让一般的大众知道呢，是因为一般大众呢会被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惊吓到。聂鲁达博士离开的原因呢，是在翻译造诣者的语言的过程中呢，他逐渐就变成了他们的哲学认同者，他就感受到了造诣者在与他交流，并且选择了他作为他们的联络人。当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他的上司15时呢，他就被认为有泄露这个项目秘密的风险。当工作人员被认为存在保密风险的时候呢，他就得接受记忆治疗，而这种治疗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和经验呢从他们的头脑里清除。所以这个聂鲁达博士就确信他很快就会被治疗，而他不清楚如果失去关于造诣者的经验记忆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他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从迷宫小组叛逃的人。那讲到这里呢，莎拉和这个聂鲁达博士的第一次访谈就便要告一段落了。在下一次访谈中呢，聂鲁达呢就会以自己亲身经历呢，带着我们走进那个神秘的时间囊，去探寻里面的远古外星人为人类留下的讯息。让我们下集再见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